好了，现在我们要跟你那个衣锦还乡了，徐老师。需要帮你敲锣打鼓吗？一起回老家。给你敲锣打鼓。我查查，我也多年没有接触这方面的信息。乡音味。对，你还不了解你的家乡啊？不是，你老家还有人吗？没有，我当初其实住过其中一个亲戚，住了10个月，可是后来就没来往了，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。他们有8兄弟，是一个绅士，当地的一个乡绅，很有名的一个绅士。那你是监台的哪个村呢？我的就是水南村，就是那个很有名很大的那个村，监台县水南村。对 ，but 我们从来没去过，因为这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，我出生在上海嘛。江南就是稻米，对，鱼米之乡嘛。稻米，他们就现在上次那个唐吉诃是说，就是在江西发现的，1万多年前的那个我们最早的水稻啊，精耕细作。那个我插队那个地方，江西它都是梯田。那现在人家是美学欣赏了啊，这个很好看。其实他们就是不浪费一块，不浪费一块地，真是精。这是一点点的，就像我们做的这样，就可以形成一块地。就这样。对。台湾也是啊，因为台湾也很多梯田啊，当时也是说要节省水啊，然后可以有耕地，更多的耕地，所以他采取这样的方式去种植。他就是说，这个江南承担了历史上都是最重的那个赋税，但是实际上它的耕地啊，占全国这个耕地面积实际是很小的，所以说呢，就是说江南人为什么非常精明啊？他就是很早就开始琢磨怎么能够多出产。徐老师啊，真的是。我没有见过一个这样弱的人，我今天一直觉得他就奄奄一息了。他没有。我这2天一直心里惦记着他的身体，我觉得他就要倒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这一趟进来休息的都不好。不是，因为第2季我们已经很熟悉这种情况了。我是之前刚回来上班，然后也是上早班，然后就是睡得太差，然后也是像这样，就是你就突然心跳很快，觉得床上，然后晚上睡也睡不好，然后后来我就去医院做那个心电图什么的，然后他就说我就说我心脏有个洞嘛。我认为我心脏有个洞，但我那个固执的认为我心脏那个洞是我年轻的时候一次失恋的痛苦，真的，我告诉你，精神的痛苦会导致心脏的损伤。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？就是我就有。就小半年的时间，我这是生理的，我感到心脏很疼，就刺痛。到底有多伤心可以这样？我就发现我被我自己吓到了，我发现我不能轻易搞这个东西，就是我是个情感实际很强烈的人，就是我就记得痛啊，就是真的生理上的痛。然后后来呢，你看，也不都多少年，10几年之后了吧？那么你看我去检查的时候，他就说你心脏那儿有一个。就我知道你说那个，我知道就是那个瓣膜有一个口开了，有一个小口，他从这个房间血蹦到这儿的时候，你总看到它回来一点。对。但是他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对。但我就认为，我一生中只有那半年，就真的是心脏疼，我就想都是那回闹的，都是害的。对，真是痛透了心，伤透了心。对，心变成了太湖石，多了一个洞。你有后悔你谈过的恋爱吗？不后悔。你有想说搞什么？我瞎了吗？怎么跟这种人在一起之类吗？怎么说呢？功过相抵啊。功过相抵。就是好一半坏一半嘛。假如上帝说，再来一回，你有选择，要不要经历？我觉得还是可以经历的嘛，因为你前半段的那个好啊，
你要不经历你就没有了。当然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，是这个是确实是。我其实是觉得浪费的是那个时间精力。我觉得我不擅长找人，我觉得我也是，但是要让我再经历一遍吗？我不想，我这个后悔在这里，还想遇见这个人吗？不想，而且觉得自己就不会看人，不擅长看人。对。就所以现在不敢弄这个事儿，弄不了，还不如好好工作，领导好相处一点，我觉得。领导好相处一点，你把事儿做漂亮了，哎，你们关系就好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下一次找会好很多，都是从错误中学习。对，真的会得到的快乐会多一些。但是无谓的那些浪费会少一些。而且很多时候也是你自己玩坏了，你掌握不住，但是下次你会掌握的好一点。我觉得恋爱都是每一次的学习。其实，所以上帝就是这样设定的。当你都明白的时候，当你会爱的时候，你老了；但是当你年轻的时候呢，你就是个糟践，你就是糟践一切好的东西，对吧？但是当你真正懂得的时候呢，你老了，就也很难遇到。我觉得过了某一个时候，我就觉得谈恋爱很难，就找到一个你想谈恋爱的人是难的。我是觉得现在跨越我们之间的距离太累，特别难。我不知道怎么跨越这个距离了。年轻的时候是你喜欢他，你就去行动嘛。对。但是我现在是，我喜欢他，害怕去行动。对，但我不知道，我忘记了该做什么。就我总在想，这要跨越。我们怎么能变得熟悉起来？就像我有一段时间单身了很久，然后突然开始有男生约我出去约会的时候，我还就打电话回他，我就说我已经离开婚恋市场很久，我有点忘了要干嘛。我在想，当我们遇到一个人，如果还要思考怎么做才能就是让关系进展，那应该是这个人可能不合适。很多东西它应该自然而然的发生。当你这个过程觉得有点拧巴，为什么还不到那一步，或者为什么还不能往下进行这个关系？其实不是很合适的。你不是你说的对啊，但是你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你年轻的时候会人为，会很多人为嘛，喜欢他就去追求嘛，对吧？但是你现在会觉得你想自然而然最好，但是这个自然而然呢就缺一份天意，于是你就等到花儿也谢了。我觉得还是要可以有所小行动，不需要大动作。现在再遇到一个你觉得适合的人，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，就是你还是能够遇到。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啊，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花一个时间去多认识他，还是值得。可能你吃了一个餐饭，你就会发现哦，其实也还好，那就这样，我们就停在现在就可以。我觉得还是要有某一步的勇敢向前，还是要给对方机会认识你。我就说的，我们家从小因为没有姐妹，就是我老觉得我终其一生啊，就对这个女性有一种。其实我是糊涂，我摸不清，我闹不清楚你们心里怎么想的。咱们要是我们也弄不清。你听我说，对啊，我们也闹不清。重点是我们也弄不清，根本不。就是我要是说咱们要是交朋友，我反而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。咱们要是工作，我也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。但是咱们要是就是说，我要追求你，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也怕这个什么呢？给人撅回去啊，或者怕被拒绝，怕尴尬吧？万一人家不喜欢你呢？假如你遇到一个人他也这样，然后你自己，那你说这俩人怎么办啊？对啊，那错过不更可惜？那是不是就是遗憾也很美啊？我不懂啊。没有，因为你过了一段时间你也忘这件事，你就过了嘛。这个过掉，我觉得悸动还是要保持的，这个悸动太难了。你要遇到一个让你心动的人，你就还是勇敢一点嘛。你难道不害怕被拒绝吗？拒绝就拒绝啊。那你不会伤心吗？就你不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，你可能还不会伤心，你还每天在幻想当中。那你被拒绝了，不会伤心吗？这个伤心很短，因为你没有真的投入的一段，你还不是真的去付出一个时间的感情，你懂吗？这个伤心只是没有得到，而不是受伤。你想要买一个东西，你没有买到的伤心，而不是你拥有了这个东西，然后它不见了的伤心。我觉得还是有点差，程度上是有差。那其实就不用开口，女人看看他就能知道了。对吧？也不用拒绝。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个男生喜欢你，但是你不喜欢他，你自己会保持距离。对对对，这样像我就非常的就把整个恨不得挖条护城河的那一种。就是你对，就女的那么一下，我觉得
男的就会有回应。那他要对你没兴趣呢？回应的可能不是很热你烈。那如果这个你知道这个女生喜欢你，但你没有特别喜欢她，你会让她持续的关心你，还是不会？我会让她一点儿也不觉得难堪的明白。我总觉得一个女孩，她要是不是喜欢我，看我一眼我就知道了嘛。打闪光。我觉得像我这眼睛，你玩，你永远打死你也看不出来。但是你看你的眼睛那么大个儿，你看看就是真的，它是一种。哎，我倒是眼睛藏不了话的那种。但是如果女生对你太主动，你是不是也不大喜欢？这个吧，确实是一个对不对？很大的问题。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恋爱就是很难，就是主动被动之间呢，确实是，其实男女也一样，就是我追你的那个人，人性当中有一个什么东西吧，容易的就觉得不太贵。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普遍的。我跟你讲，伟杰，为什么说爱情至上？为什么说爱情那么不靠谱？但我还是说，爱情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东西，就是因为啊，这个爱情啊，能够冲破这一切，爱面子不爱面子啊，珍惜啊不珍惜。如果你还受着这些个人性的摆布，就不是真。我觉得不是我说的爱情。然后呢，他主动他主动追求你的，你呢，又容易觉得哎，可能是不是还有更好的那个感觉？对，人就可以做1忘2啊。这个是有把握的。你让他觉得没把握，他才注意力才在这儿啊。确实人性就有这个讨厌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还在这个层面上，就还不是我说的爱情。当然，我这个定义可能非常狭窄了啊。所以我觉得爱情为什么特别？我觉得虽然我老得不着，对吧？但是我觉得太牛逼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好了，就是说这东西真是，就说上帝吻了你的额头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就是你见到这个女的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你明白吗？应该把徐老师敲起来，听听徐老师的恋爱故事。只能我跟你说，只能是怀旧了。就是我死也瞑目了，就是至少我知道过，爱情的滋味。就是说，不是什么打猎了，谁追谁，哎，我给他送个礼物，他哪天生日，我这弄，哎呦，投其所好，他下个套，完全不是这些，或者说互相试探，哎，我在他心里占几分，你在我心里占几分，而是就是说啊，打从第一次见面呢，就是有一种东西笼罩了你，你一下子就有点像喝大了，上头了。也就是说，一切顾虑不在话下。我说这就正心诚意了，没有什么主动和被动了。你藏不住的。你就是你不由得的对他说话就轻声轻气的，对，就温柔起来了。然后更妙的是呢，他对你也一样。这太难了。两个人是同时的这个接近，不是有障碍甚至非常大的障碍，但是呢，你从他的眼睛里，你就知道，他也在抵抗他心里想要接近你的那个冲动。两个人就是那么样接近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两个人，哎，有某种程度上是知心呢，就是我都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在抵抗，他在抵抗他心里的这个障碍。但是他那个眼底啊，就是掩不住的那个小火苗，而你知道，这个障碍终将冲破，但是两个人甚至就不会说，其实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但是呢，你心里就知道，就是你比如说，他说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啊，他说我就看着那个月亮，他说我就在想啊，就是说。不知道在多远的地方，我未来的那个男朋友，他现在也在看着那个月亮，而我们俩有一天就总会见面。我说，哎呀，我也是，我从小我就这么想，我就每次，对，我就在想那个人，他也看着那个月亮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你们俩说的那个话呀，不知道是一种太有默契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个人，
是因为在那种催眠的状态下，你会有选择，就是说把我们的一切都想成一拍即合。也有可能科学的讲是有可能的，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为什么就那么自然？为什么不再考虑他会拒绝我？但那也不是第一眼就知道这种事情，那也是经过一点时间，就是相处之后，你才会发现这样。当然是认识了，对嘛？一定要就是先认。但是你做了些什么事情，对方给了一点点回应，但又没有很明显，然后你会再去试探一下，然后就彼此的一点一点的试探，就是但又不确定，就不是一认识，一见如故。人有那种直觉，对，一认识你就知道，我心里有个眼睛在看着他，然后你也知道，他心里有个眼睛在看着我，但是都没表示出来，装的都跟什么似的。你说大家在这拧巴啥呢？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不能简单一点？我告诉你，那你怎么样嘛？那你也告诉我，能不能行就处啊？因为有一个，毕竟人有一个社交的障碍，你由一个由陌生到熟悉的，一个过程。而且刚开始也会有点怕，是不是我自己而且想错了？对，也有可能。而且当然你会怀疑这是不是，对吧？你会觉得这真的这是真的吗？对吧？难道这种事儿会降临到我身上吗？你有所以你需要确认。我跟你说，这样的过程。是太开心了，非常美好。哎呀，这个过程是最开心的，因为你不是算计他，对，就是而且换句话说，你哪来的那么一种信心呢？你觉得他也不可能蒙，他也不是骗你，然后呢，就真的是就是得到他的一个信息，你都这个就激动半天，哎呦，就生活在一种那个氛围里，所以我说。我体验过爱情，可能是因为你有这个记忆，所以你总盼着能不能自然而然呢？就像上帝让两个人一步步的靠近接近呢，就像那个香港有一个广告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无线电视什么经常放，说两个那个少男少女，一个那个饮料的拿一个饮料，然后那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走在两个弄堂。然后一跑，哎，咁啱，哎，这么巧，咁啱，又碰见了，又碰见了。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头脑可能想得太美好了，但是现实生活你又觉得咫尺万里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跨越这个中间的距离，对吧？就这里面会不会有危险？那就其实是理智在控制自己啊，那可能控制到最后，也许就不了了之了。所以就很难谈恋爱啊。也许你要等待有一天，这个上帝亲吻你的额头，你一下子会变成所有的这些理性被一种洪流冲破了。其实呢，人是自由的，人是快乐的。如果你心里真的一个人让你有了那样的不顾一切的那个洪流，被他拒绝也不是伤害了。所以就结论还没遇到。就是。那我们生活当中，大多数你还是要考虑成本的嘛，考虑风险嘛，考虑代价的嘛，对吧？等等，那这样的话，你就觉得人跟人之间的鸿沟啊，世界上只有爱情这件东西，能够让跨越，能够让两个语言不通的人谈恋爱。你想，咱们讲什么两个人要互相了解啊，什么共同的生活习惯呢？我跟你说，那玩意儿都不是我所说的。爱起来的时候都不会的，爱起来根本不 care。爱情来的时候，真是让两个千万里。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事儿太牛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就是个爱情至上，但是你要一至上了吧，你就很难有，因为你觉得那种心心相印呐，那是最好的。所以那个李银河那个心理学家他说最好的爱情是单相思，永远不会结束。他哪怕他不爱你，但是有一个人让你到了叫做什么为爱痴狂，对吧？想要问问你敢不敢？什么你说像我早就说过的爱我，还有什么？想要问问你敢不敢？像我这样为爱痴狂。哎，我觉得刘若英这歌唱到这个像我这样为爱痴狂，实际有点像交响乐，很伟大。人呐，这辈子我跟你说，一定有这个时刻，死了也值。真的，就是我们活的有时候不是为长度啊，我们得有这样的
高光时刻，对吧？有的人可能是得诺贝尔奖，那也行，那也是高峰体验。他嗨那口，但我那口真的，但我觉得就是，哎，我们明天偷藏一瓶酒在哪？他们不拍的时候，我们像坐车我这喝一样口。为爱痴狂。哇！我每次听在卡拉 OK 听他们唱这个歌，我都热血澎湃。想谈个恋爱是啥的？就说这个，他的力量啊，你有做过最疯狂的是恋爱的时候吗？你能想过？对啊，就那种劲头来的时候，你整个是处于一种发烧的状态。我认为就是其实大概上头，大概就是发烧了，整个那个过程处于一种那个烧葫芦的状态。你会抱着一束花，在他那个门口等到深夜，都不累，等到12点，然后等到12点，就为了把这个花献给他，一句话都不说，扭头就走。好浪漫的你啊！就是，不是，这都不是我呀，这不是我呀，这怎么是我呢？但是这正是这个，对，我认为这个东西特别牛，就在这儿了，他能把我这么一人，让我在某一些时间让我变成一个。你都不认识，你都不知道你会做这种事情。对，甚至事后想起来，我会害怕我自己，我恐惧。谁？我会觉得，哎，那您会告诉对方吗？就是自己他都爆了花了，不是？就是酝酿那些情绪的时候，就是哎，已经控制不住了，要不行了，自己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就这么一个激烈的情感，会告诉对方吗？会表白到那个份上吗？还是说都是心理戏？还是早晚有一天会的，会爆的。当然就是最好是单相思，但是我也觉得，当然还是对方也喜欢比较好一些，就是他也那样相向而行。而且你得承认，有一点是什么呢？不断的相互确认。你们那个网上老说一句话是什么？辨认过眼神，辨认过眼神就是确认过眼神。你得不断的互相确认，这个里边有一个过程。就像那个古人那个对联似的，对联似的。你说一句，他对的，对，哎呀，我就觉得怎么对的那么巧啊！你像那个时候，我跟我大学的时候女朋友，就是她说她喜欢猫，暑假的时候，我就在我们家弄了个小猫。那个时候就坐那个火车，我就跟你说，30多个小时没有座位，站着，就是为了猫就在这个包里，然后我就怕把这个猫挤着。你想。那么挤，站着30个小时的火车，不是到武汉，20个小时吧。我拿手撑着，我给这个猫撑着这个距离，我就这么撑着，然后一直弄到学校，然后到晚上，我把那个猫给他，我还记得他抱着这个，他也那个可能他也很喜欢我了嘛，他就说了一个英文，那时候刚才大学学英文嘛，他说。You are my sunshine， 他说 You are my sunshine， 但是那个时候人真是妙语如珠啊！我马上就说，我说 You are my moon， 我们在校园那个肉麻呀，那个小道上，哎呀，那个三项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听着呢。那这个隔音不太好，你看听了这么多，不是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你是我的月亮。为什么是 moon？ 因为那个月亮照下来。那个小道是坡形的，这坡我站在上端，他站在下端，那么他都看着那月亮把他那个脸照的就像银盆，就像月亮一样白，不是银盆的啊，他不是大脸，就是说像月亮，就像月亮一样白，就不是你们听着酸，那不是矫情，那就是自然的，就是你自然脱口而出。我觉得他的脸就好像月亮啊，我 You are my moon， 哎呀，我就觉得那真是，你就两个人怎么聊得这么好啊，就是，哎呀，然后你喜欢我也喜欢，你喜欢我也喜欢，这个事情是一个也不能叫美丽的骗局，就是等你们不好了的时候啊，那句都犯冲啊。对，这怎么他喜欢的我都不喜欢了？对，我觉得喜欢的时候，对，所以他喜欢啥你都觉得，哎，对我也喜欢，然后不对盘的时候，不是就是所以不合，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你会发现无数个共同点，就是。很多也是偶然的，所以为什么我说像是上帝吻了你的额头？就确实那个时候，上天会给你们制造很多机会、巧合，让你们在言语交谈间啊，发现怎么这么多的相契合，或者说即便是互相不契合了，有一句话对方误会了，生气3天就不理了，
然后哎呀好难过呀，好难过啊！但是终于忍不住，有一个人先打破僵局了，说我是这个意思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就怎么着，哦家伙，最后哎呦抱头痛哭。在这个时候，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会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幽怨，就莫名其妙会有一些小误会，然后呢，你心里就会怨怼他。我记得我们定情其实不是谁说了一句我爱你，恰恰是一个误会。就是我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这个意思，最后就过几天没说话，终于明白什么意思了。两人的人就不管，就抱在一起了。其实那就是从此就好了，就没有一个说我没有个正负过程。我同意，不是，就是哎呀，所以我觉得我体验过，这个是人类活着的一个大瘾头，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，不是就我是应该怎么说呢？我觉得这是人活着的一个。你要一个盼头吧，你要从来没有过我这种感觉，我觉得这个吃亏，亏大了。实际上后来代价或者超过贼大。当然你不能讲代价，我认为我获得的这个经验是没有钱或没有代价可以买的。对，是我也挺惨的，对吧？心脏都破了个洞，对，心都碎了，对，真是心都透了。但是所以说你问我后悔不后悔，那我觉得我还是挺好的，是吧？有比没有强，对吗？你说你痛苦，那痛苦也可以嘛，痛苦也是一个收获嘛，痛苦也是一个学习吧，我觉得。痛苦，但是痛苦，我认为痛苦是没必要的。我觉得痛苦确实是不好的。你将来可能就是有些经验了呢，也许你可以当痛苦来临的时候哈。把你的损失降低一点，我觉得这个是做得到的，但是也有可能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，你的爱情就不好，也没有那么对，就没那么的没有那么到顶，所以我觉得真是他们说酸，我还真信那个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那您觉得距离是问题吗？就两个人不在一个城市，就是不在一个城市这个基础，以及后续需不需要改变、怎么改变等等，或者是否有好结果。当然，空间距离是问题，但是你们要是好了，你们就会设法，现在消除这空间距离也很容易啊，到一块儿到一个城市去就好了。现在大家都独立啊，都有自己的生活，各方面自己的城市，那就放下自己原有的一切去跟人家。我还真是这种人啊，我是那种恋爱特认真的。我觉得我在你可以为了另外一半去他那里吗？或者跟他一起离开原有的一切吗？我大部分的大迁移都是因为搬到另外一个城市。那么面临这个选择的时候，往往爱情就开始破灭了。它经不住任何考验，它是相反，它是非常娇弱的。你拿任何一个考验去衡量爱情的时候，你的爱情就开始变质了。那这不就是您刚才还说，在当今社会也不是问题，说距离，说对了，不是问题，就是仅限于一种浪漫的情况，没有犹豫，甚至没有谈判，没有争论。我就提着行李出现在了你的面前，只有这样才会说是，而且这样以后也会有麻烦。就是说啊，如果你觉得你为了爱情放弃了自己的事业，你永远那这事儿就完了。就是你心里本身就有过这个，就像结一样的那种。对，如果你觉得我是为你牺牲了，这事儿就完了。对。那我以后会觉得，或者我当时就会觉得，为什么是我要去为了你？这些我都这个我全套我都有。我以后会觉得心里会不平衡。对。那现在大家都很理性理智的呀，就这个感情和理性，它有时候也没有。所以爱情不要求长久，它就是你有那么一个体验，疯狂的爱上一个人，然后这往往就是这样，真的涉及到现实选择了，对吧？你还是得有一个现实，对吧？你的代价太大了，跳了你的工作，你的什么？你的一切在这个城市可能不合适了，然后呢，你就开始埋怨，那我为你付出了什么？我的损失，对吧？那就完了。所以为什么就是说，爱情之珍贵就在于它脆弱。我以前我谈恋爱，我都觉得我真的就很疯狂的一种，所以我是真的会
比如说去别个城市啊，干嘛之类的。以前也会啊，比如我现在已经，后来我就觉得不了，就是我觉得啊够了，我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，我也知道去跟不去都会有什么样的下场，我就只珍惜我们当下现在当下拥有的就是拥有了，之后就算了。对，但恋爱还是好的，恋爱还是好的。所以就是为什么呢？它是一个礼物，它不是经常有的，它也不是人人能有的，对吧？对，真的。就是你不能，你不能拿爱情当饭吃，就是人得知足，怎么可能一辈子都那么嗨呢？哎，所以伟杰，我今天说你就内心强大，就是一个人生活能快乐，然后呢，爱情呢是锦上添花，有了就是叫锦上添花，没有也没关，没有不代表我活着没意义啊，对吧？我也能活得很充实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现实的。但我还是鼓励大家谈恋爱，我觉得就是恋爱这件事情还是会带给你很多的快乐，跟很多的幸福感。就是它能跨越千山万水，但是真的是好难呐，好难，就好难跨越。我觉得就是一股心中的那个浪涛啊，冲着你，跨越一切障碍哈。这不和难道家长们对孩子们说的就是如果结婚什么的，没有什么那么多爱情，意思是婚姻就是两个人开公司就是一种责任，就这个人你们就是要意思就是比较合适，处着舒服，然后说爱情都是一瞬间的，说婚姻不是。谁那么说都没错，但是关键还是看你自己认可不认可。这个观点和结果肯定认可，但是这个初衷不认可，就是为了这个结果去寻找这样一个结果的人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你就得按照你自己的认为去做呀。怂就叫从心啊，你一点不跟从你的心啊，对，你的怂就是从心。对你一点不跟着你的心，将来你都会，你委屈你自己的那些啊，都不会自己消失的。会后悔，对吧？对，你的每一点委屈，你只要觉得委屈，你以后都会回来找你的。他会来找你的。徐老师睡醒了，精神又来了。没睡醒。我们刚刚聊了半天爱情，您错过了，是吧？特想听听我就听到台剧，什么我特想听又要买生虾。哎，听见了，又爱买生，这就关键词有抓到，关键词听到了。后来我想，我是不是英语不太好 ？Sunshine 是不是我不应该说 moon， 应该说moonlight， 对不对？但我英语不好，我就只会说你是我的月亮。moon 很好了，也代表女神的意思，所以可以的。然后他眼睛腾起一层烟雾。他在讲他的恋爱史啊。他在讲他的初恋。初恋。哎，所以真的初恋最美吗？你们觉得初恋是最美吗？不美。我个人不觉得。没什么劲。初恋的定义是什么？会不会嫁给他？当你第一次动心，觉得你会嫁给他的那个算初恋，是不是？那不行。我哥幼稚园大班上课上到一半，打电话回家给我妈说：“妈，你快来学校，我要结婚了。”所以不算。那我还想问一问呢，像那个相亲这种事儿，你们怎么看？可行吗？这个事儿？有人相亲成的，我也有一个高中同学，是个诗人，你想，这就是你看有些时候是将错就错，歪打正着。他呢，闲着没事干。他妈呢，非让他去相个亲。他说，反正我想约个女孩都约不出来，那不如就去了吧。相亲不也就是约个女孩吗？对，还有个精准头发。对啊，反正也约不着个女孩。那我妈帮我约一个，就他根本没抱着成的态度，他那点瞎聊天呗，就专门有个女孩跟你聊天，对吧？他妈给他找的长得也不能太差，他那就聊聊天，结果聊着聊着呢。那现在就是他的太太。就是男生是会主动跟女生聊天的，是吧？他们会先加了再决定约不约吧？为什么女人都话很多呢？就是我也话很多，就为什么呢？这有心理需要嘛？女性她有，哎呀，我觉得男的，我希望女的跟我话更多。他跟我话很多呢，说明他爱我，知道吗？您这个觉悟真的高。当然了，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。真等到他什么都不跟你说的时候，那就晚了，就完了。因为他有别人可以说了，他就不会。或者他已经放弃跟你沟通了。对。要真是师徒四人那个《西游记》里面，你们觉得自己最像谁？在一个 teamwork 里面。那你是属猪的吗？
不是，不是这么说，对，肯定是了。就是性格、做事方式，然后各种。他是孙悟空，我是唐僧，沙悟净，沙悟净，所以我是这八戒，没错吧？没办法，你领哪一个？这叫排除，这叫你圣只剩你这个一定要在我们这4个人当中找，对啊就是这么一个次序的。猪八戒也很可爱啊。对，猪八戒是最爱，猪八戒和李逵实际是大家真正爱的人。对，从性格各方面来讲，猪八戒是更好的。那比较吃亏，这个沙和尚最默默无闻。沙僧，你看啊，就是性格不强烈的吧，都是不大被人记得住。你像我们河北，你像是那个《三国演义》，我们河北常山赵子龙，赵子龙什么性格？就是完美，但是反而呢，不如关公啊、张飞啊，什么性格鲜明。就赵子龙，我小时候是最佩服赵子龙了。为啥？咦，他靓仔啊，他银盔银甲，而且他打仗不输啊，他对上去基本上都赢的嘛。对，除了个吕布以外，我脑子里的评论，武功最高是吕布，对，其次就是赵子龙。而且赵子龙呢，就真的是我们河北人啊，他其实是最讲义气的人，但是他就也性格隐忍，就不大包容自己，就是默默的讲义气。你的关公啊、张飞啊，这都是那个义气，他是很表现在外的。而且他们都跟皇上有关系，结拜兄弟，对不对？所以赵子龙的武功，同样的武功得不到张飞他们那么称赞。但是人家赵子龙长坂坡为了救刘备的儿子和女人，七进七出，大战长坂坡，这家伙，所以其实赵子龙，我最佩服，常山赵子龙。等到后来稍微知道的多一点，这个情况就发生变化了，因为赵子龙打的时候哈，诸葛亮20多岁，赵子龙已经50岁了。哦，这是戏里边他永远是小生。对。但其实赵子龙比诸葛亮大20多岁。赵子龙七进七出，把那个阿宝是阿宝吧？阿斗婴儿，绑在那个胸甲里，最后杀出重围，交给刘备。刘备接过来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啪，把他儿子就摔地下了，说你这个孽障，害得我差点损失了我的兄弟。赵子龙哇哇大哭，赶快抱起孩子，说主公，我说我好不容易救了，你还给我丢地上。说子龙为你肝脑涂地。你就说这个刘备这个，你想到谁会把自己亲生儿子那么一小的咣扔在地上？这个里面你说当然他是仁厚，但我觉得也是要做给自己的奖励下面的将军。对，这家把我们河北人这哪吃得了这一套啊？这家重义气，肝脑涂地。他那个中国的文学里边有个中间模式，就是好的跟坏的。三国可是中国人花了几百年搞成了这么一个模式。其实这些人本身在《三国志》里边没那么清楚的好坏。对，就是我们喜欢看戏，看戏就是，而且有道德观放进去，辨中间。要今天的眼光去看，吓死人啊！那刘备不是到一个人家里嘛，对啊，招待他嘛啊，把老婆给杀了，多可怕！谁？刘备到他一个认识的人的，我忘了他名字了，那家里没东西招待他，转头把老婆杀了招待刘备，刘备照样吃得很好，吃人肉啊！哦，我好像有这么个记忆。你包括像《水浒传》里，那不是李逵经常吃人肉，是吧？我老师跟我讲过一个故事，我印象非常深。他是为了形容说，艺术品啊，不能够切掉，就是不能单看局部。他就说也是端菜上来啊，是一个菜啊，那个客人就对主人说你这个刚才端上来这个人的手啊，真是漂亮，这手真是漂亮。说过嘛就完了，过了一会儿来道菜就是那只手，真的好可怕。所以活在现代还是挺幸福的。确实那个时候，那个《世说新语》里头讲有一个，好像是大将军，也是他们王氏家族的，两个人到一个人家里做客，
那个人就为了劝酒，就是让这个丫鬟吧，就给这大将军，敬酒，然后大将军说不喝，不喝就砍头，然后呢，大将军面不改色，说再来给大将军敬酒。另一个人就是一看这架势，敬一杯就喝一杯，很快就喝醉了。就这大将军就有性格，管你杀你就杀，我就不喝。所以上来一个丫鬟给他敬酒，不喝砍头，再不喝砍头。说这大将军叫王敦呢，好像叫，自始至终面不改色。你说，就写这种，这也算明示。《世说新语》啊，真是值得反复的看。对，它有时候很短，你不注意就错过了。对，它里边呢有戏剧性，有情节设计，有道德观，但有很多都是跟做官的伦理，就是跟官员，然后有很多政治的故事。对，而且你得知道他那个背景，就是他那个时候很多人，这个人跟那个人，之间的这个关系。有个故事，我2个人的名字都忘了。嗯。上了一个船，嗯。突然那边有个人跑过来，是要搭他们的船。船上还有空的地方，那其中一个人就说：“让他上来吧。”这边的人说：“不要。”说：“那我们反正空着嘛。”就把那个人叫上来了。没开多久，后面追来一队兵，就沿着江边就追他们这个船。那个刚才说不要的那个人就说：“你看，我怕的就是这种情况。”完了，你仔细去想整个故事哦，这寓意太深了，就是说，啊，这是我真是想不明白这个。后来我在想，我要是我的话，我会怎么样？就这个，啊，你看刚才我跟你说不要叫他上来吧，你要叫他上来，说船有空位，啊，现在这惹祸了，兵队来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是停下来把他抓走呢，还是我们继续逃，冒着我们的风险呢？后面各种各样的意思都有嘛。这是《世说新语》里的。对，是。我在想，很多事情是这样的，你觉得应该做的事情，你做，可是做到后来后果来了，你怎么办呢？你帮人，你帮到底吗？你让一个人上船，只是船上的空位的问题吗？不止啊，还有很多其他的事。有的时候几个字哈，就几行字写出来的东西，好像更让人这个联想无穷，特别让人。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小说这么一个形式，唐以后才有传奇嘛，宋才话本嘛。那所以《世说新语》是更早，它都是汉代的很多东西，魏晋的时候，集起来的，对之前的零星片段的这种东西，好像是在当时的文体，这种好像也叫小说。当时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讲段子，是一个段子。到现在来看，都跟人情有关，都跟政治有关，都跟这个道德有关的。好像一般就是讲什么老庄啊什么的，魏晋清谈，其实不是，它也有专门有儒家，对，有儒家这个东西，就是一般就是讲竹林七贤，就是越明教而任自然嘛。但是它其中也有的讲这个里边还是以儒家为道统，因为有一个人说就叫什么呢？就明教中自有乐地，就是说就你们别老觉得这些儒家这一套好像是什么迂腐的，说实际上你真的通了这个儒家呀，在儒家的境界里也自有这个乐地啊。你回家，然后我哭个屁呀！就是啊你。哎。
你干什么了？为你开心，为你开心，可以帮爸爸回家看看。